你好，我笔名叫朱古力，04年读的上海戏剧学院的戏文系，最初一直在做编剧，出过6本书，也做过影视的剧本，后来就放飞自我去游历啊，长期居住在广东，会做海外短剧是一个缘分。大概在2020年疫情的时候，当时什么活都没了，我当时还在当艺考机构的培训老师或者这方面的事情，我认识了我现在的搭档黄明霄导演，他是从波兰留学回来，最初是组了一家公司在广东佛山，老家在那儿做横屏的短剧，因为他留学回来的直接介入到影视比较难，所以就是曲线救国，自己呢投资拍这种横屏短剧。当时我就去探班啊，发现拍这种甜宠的还挺好玩的，机缘巧合，当时他也是我的一个读者，说要改编我一个小说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有缘分。拍的过程里面横屏越来越卷，成本越来越高。黄导呢是属于那种也可以说没心没肺，也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他没有跟平台对接，先拍完再去对接，这个就很被动，因为那个横屏端其实是很需要平台的这种资源和衔接的，直到它的单部剧的成本到300万到500万，我们就没有办法复合这个险的行为。我跟黄导的建议，要不去北京，我们都可以做编剧，就带着团队慢慢的去延伸。此时海外短剧刚好出来，第一部是网易找我们做。那个时候 Real Show 刚就是出了爆款，在国内速屏付费已经开始了，勤劳的中国短剧人就去了海外尝试。最初他们是那个翻译剧，就配个字幕，这个其实效果一般，但是他们开始拍本土的时候，他们撬动了这个主体的受众，美国女性，他们想用来做情感陪伴用的，独处的时候用的，然后呢就出现了大爆款，其中有一部好像是叫双面人生，还有一部是狼人的。网易呢就找我们，他说你不是留学背景，又会英语啊，又懂这个短剧，我们就拍了。第一部数据很好，接着就 Felix TV 在广州的那家公司，后来变成第一梯队的，他们原先是东南亚也是在做这种短剧，他们也看中了这个欧美市场，就尝试了一次。这那部是我们的爆款剧，当时是在广东拍，用到老外演员，我们就比较早的发现了这个赛道，而且黄导就是包括我们的团队有一点偏留学生属性的。做这个的得天独厚，所以就开始一直在拍海外短剧，包括公司的主体的发展都转型到海外短剧。反正就是一个创作内容团队，整体就是大家相对松散，家庭作坊式的模式。黄导有一些欧洲的经验，当然去美国的时候，当时成本已经很高，也没有资源嘛。然后先是去了罗马尼亚，当地的华侨比较支持。接着呢，回到了黄导学习的地方，波兰。当时的宣传语我们有一句就是首家在欧洲拍摄的，出售给美国、辐射全球的一家内容创作公司。我们在欧洲拍摄的时候，我在朋友圈发很多的剧照、花絮。网友的朋友是电影频道的记者，他们刚好有一个关于出海短剧的报道，回国的时候就接受了这个采访，相当于得到了主流的一个肯定。同时呢，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有大量的出品方说，哎，你们再拍一部，你们能不能再跟进？出海短剧大概在2023年尾的时候就超级热了。我们做的比较早，是一个机缘巧合，我琢磨出来的一个配方，就是构成正向付费的基础。当然特别报也要看缘分，但整体说就是它是符合受众所要的。那如果一直诚挚呢，注意就是看得到。所以呢，公司转型发展在考虑的，我跟我的搭档合伙人商量，我们要自我投资。当然做平台就是另外一回事，那个资金量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当然中间也有一些投资人跟我们过怎么合作啊，公司股权结构就特别复杂。创作团队如果进入到这个框架，所以就索性做这些东西，继续搞内容，自我投资拍了3部。因为是自己的作品，剪啊、处理啊都会很谨慎。原先正常一部剧大概在50天左右，就是从剧本到剪辑。是自己做呢，剪辑有时候可能会花到3个月，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剪辑团队也涨价，毕竟是合作属性的，我们就自己又培养了剪辑，也是缘分和运气吧。遇到的那个剪辑这个成才，慢慢教他越来越厉害，到10月左右的时候都是很紧张的，就不确定这个生意的逻辑是否立。如果没成立，公司的所有的资金就卡在那儿。到10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搞懂了内容以后，3部在去年底就卖出去了，这个版权模式就成立了，这是去年制讨的成绩。今年现在的做版权的团队会越来越多，虽然我们卖肯定是卖得掉的，但是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在考虑有没有办法出更新的爆款，就是那种影响行业的。
制淘的出路是找到 CP， 就是创造一个极难拒绝的新的爆款产品，来推动一下整个行业。我们今年的主体战斗可能还是放在自制，因为已经熟门熟路，知道怎么在波兰拍得更好。只不过我会对公司团队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做出别人较难复制的各个大的平台想要的这种效果。我一直觉得这种改变行业的作品都是来自于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团队，而我们团队大概有5成胜算。从行业角度呢，新的作品一旦推出，这个小团队呢马上就会被稀释掉，他们作为主创的价值将不太重要，因为各个平台需要他们的故事、它的配方、它的产能的构成。因为我们现在应该大家也不会再记得最初爆款的那个主创团队是谁了。现在榜单出来会有很多新的团队，他们已经在向我们学习。你们尝试了多少部之后才开始做3部自制剧的？都是什么题材？有虐恋的、狼人的，整体是霸总。选了哪3个题材？为什么选这3个题材？这里就要讲到关于这个配方还有这个生意构成的原理。因为呢，平台方或者是很多的数据信息会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东西卖是因为什么？中国短剧人把短剧辐射到那边，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是链路通顺了。目前主体的付费体是美国女性啊，当然也在讲全球化之类。我们要分析的话，肯定是受众有一个需求被我们撬动了，它也不是消费品嘛，是一个娱乐的东西。那为什么这个产品有这个需求，受众有这个需求？是因为其实是非常靠近一个性产品，不是影视作品，是独处的时候用来做情感陪伴需要。讲得更直接的话，它有点像是一种假阳具，就是一个独处使用，所以他们日常也不聊天，就最多就是闺蜜，比方说睡不着的时候，你要不要试试这个 APP？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情感感官产品。那这个需求本来就存在，只不过他不知道是短剧的形式，包括这个产品会出来，我觉得也不是平台 in-house 自己研发，是刚好也赶上了美国有一个编剧大罢工，因为 AI 的时候有好多的工作人员接个外包活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是有各种巧合元素。我当时在欧洲自己待着，听了很多别人的意见，比方说增加了重生啊，包括有没有男频市场。后来平台给我们讲的数据是，首先男生不为这个买单，他们为游戏买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女生为什么会买单？有一种说法是咱们的这个什么狼人呐、什么这个吸血鬼呀、也不是这个原因，是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消费心智。我在看的时候，我突然搞懂，首先我也不是受众，但是我在看那部爆款剧的时候，我的大脑会陷入恍惚，就是会有一种美感上的犯罪的感觉。比方说到付费点的时候，10分钟看完，突然停住的时候，你会有难受感。我就去分析它的原因，其实最重要的是声音，第一前提是声音，用的是催眠音乐，还有一点点交响乐，不能用那种很对，那你就醒了就没有那么恍惚了。第二呢，拍摄的就是包括讲话呢是骚的不是那个美国人正常聊天的那种讲话，是那种贴着耳朵让你很舒服的，即便吵架也是大概是这个味儿。它的节奏也是慢的，就是根据这个声音搭的画面是有一种律动的美感，剪切啊之类都是让你产生恍惚和沉浸。这时候你的意识就会放松警惕，它就是打开这个屏看进去了就不用滑10分钟，哗一下过去了。突然啪弹出一付费窗口，那个时候你正就是沉浸感的时候，你一男一女谈恋爱的时候，你还想再往下看一点，你就会付钱。当时测试出来最夸张的一部剧，甚至可以干到50还是70美金，就是那个数字就很吓人了。你说这个是咱们的剧输出到那儿震慑了他们？不是，这肯定是人家的一个需求被我们撞见了。你说最初的 APP 端设计者是不是想到了这个点？也不见得，他可能最初就是一个文化倾销，就是看看你们买不买。但是呢，这个需求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就是可能美国人他也没想过是这个东西赚钱，这个生意就被激活了。你算下来，现在大概100来万受众嘛，可能夸张点还可以再延伸。今年为什么所有人都投入在生产关系里面？就是他看中了这个东西是有大前景当然还在提全球战略，就是各个地方是否也尝试一下能不能走通这条路。我不觉得一定可以短剧如果放在全球，华人的力量是有很大的话语权，大家不可能放弃做这个尝试。今年呢，各种榜单或者大家都在说好像很热，但其实通过别的数据来是遇冷的。这个东西到底是热还是冷？很简单，是产品没有升级。首先它不是多类型的东西，它不是中国国内短剧的东西，就是他想要看这种真实上只有一种类型霸总，就是他们做春梦的东西。剧情上多花的精力应该是放在人设上谈恋爱的氛围上而且也不是纯激情戏，因为男生更爱看激情戏，
女生更爱看前戏，就是那些氛围感让你进入恍惚，愿意付钱。而且它也不是3部剧架构，就是剧情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看。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大体搭建完毕以后，这种对情感的需求是有点像饭量，就有的人10集就够，有的人20集，最高不超过60集。拍到100集，其实他们会测出来数据不会太好，就是互联网端一点点测出来这个生意是成立的。但现在为什么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呢？是产品替品有很多，受众情况是这样的，他选择太多了，所以他绝对不会付更高的钱。包括也有人在聊免费啊，这个是后面的这个商业逻辑了，因为明显那个天花板还没到，以及受众端也没有测出来，一定还可以再挖掘。也有平台尝试过做到准美剧，就有点像西部牛仔的悬疑感的那种质感，但是这种付费就会很差。那个从受众逻辑很简单嘛，就是都已经做到这儿了，那你竖屏就不够看，就是它马上暴露出了它这个屏幕那种层次那种质感，就电影的优势。第二，剧情如果特别好看，人就精神，他就会算这钱啊。同等情况下，短剧你不可能干出一个绝世故事吧？剧情越强，就反正一堆人在聊剧情越强，或者是说呢制作越是精良啊。当然，海外短剧的制作精良程度一定是远高于国内的。它在审美要求，从视觉调性比较像川普拉达的女魔头和八卦天后这种质感，也不是当下的美国的质感，包括是时尚，它就是一个玛丽苏，而且也不想要政治正确。有些小伙伴在聊大女主，我也觉得不见得，因为本来就是它就是相对庸俗的悬浮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在类型上较难有突破，不是没突破过。那3部都是霸总剧，严格意义上都是，包括狼人也是啊，就是暮光之城啊，就是加了俩特效，还是那西装肌肉，然后两人在一个像庄园的地方，但其实是现代生活，在那儿谈恋爱，里面有较多的温暖的细节。其实是繁忙的都市女性回到家以后无聊了，刷 TikTok 就是那碎片化，有些是就想打开一个视频，享受一次恋爱的过程。所以编剧角度可能要注意的是，那个恋爱是一个顺时针，你不能颠倒了这个次序。剧情有其实是不重要，它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在那个氛围里面有没有那种甜甜美美的感觉，有没有那种张力拉扯的感觉啊。那后续开发剧本有没有什么方向的？首先呢，国内短剧非常在乎剧本，就是你更好的角度讲故事。本质它是一个爽文，海外短剧它其实最想要的还是谈恋爱的这种新鲜感啊，就比方说换一换职业啦，最近好像一直在挑的什么消防员呐，什么其实都是荷尔蒙的东西啊。美国女性的这种也相对单一，就是年龄要大一点，不能太小，有肌肉啊，最好又绅士和雅痞，就符合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形象。女主呢，好像不太有太冷艳型的，最合适的海外短剧女主就是最好有点破碎感，但这种女孩现在不太好找了。她首先是那个美国大妞的那种状态，但最好有一点破碎。完了呢，就照顾我们团队非常简单，如果要完成大突破，就是利用吸引力法则吸引到一对 P， 就是这两个人待在那儿，人人就想看。短剧需要他们，不是他们需要短剧。音乐和徐艺珍嘛，人只要待在那儿，大家都舒服。他们俩单独拆开也不行，就是我们只要遇到这对人，现在就有5成胜算嘛，看能不能遇到。遇到以后呢，在他们较为便宜的时候，赶紧把他们拍掉。我在做这件事的优点是在于呢，我懂影视，一个内观的人嘛，就是杂念能去除，所以我都会感觉它符合这个女性所着迷的那些情绪状态。它大体是有流的，剩下是推动的过程。那我讲的极端一点，我觉得剧本看不出什么来，就是一定是拍摄。因为你拍的时候，如果导演不太懂那个调情点啊，尤其剪辑极其重要。当你剧本拍完以后，它是一个互联网端产品，你不一定要按剧本来，但你一定要调出那个味道。就是的方法很简单，它不是有1-2分钟的情嘛？如果你看的时候没有恍惚感，大概就不是对的东西。应该是看的时候那种视听搭配结合声音，你隐约觉得脑子有点放空，那个东西更接近。有点像巫术，这样听起来。成瘾机制嘛。女性的成瘾机制是这种的，就是当然你要考虑它的消费场景，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交流就不会有。因为我上次跟一个导演在聊，他说他想看一看那个是啥，这么着迷。我觉得打开1分钟，他说我知道了，这就是一种傲慢嘛，就是广告出来，所以他肯定懂所有的这个东西。但你至少要看15分钟，就是你得配合去看，然后去模拟那个受众在那一刻的想法。我们在跟朋友见面聊天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是肯定有那种防御或者是一个确认，但是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你能让他慢慢放下这些事。他首先得确认你安全，然后他才会跟你说一些心里话。如果你能适当点拨到他，去帮他梳理一个他所需要知道的过程，
多一点就是邪教了，多一点就是玩弄人心之类的。先是在那个场景里面，一个人待着，就觉和这个谈恋爱的那个氛围出来，让他一下子就进去了，然后会继续看。但如果我们俩在聊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有这个需求和这个专注力的。我剧本和调性、剪辑这3样在海外短剧哪个更重要？一定是表演调性和剪辑更重要。因为就是性产品，你有时候你说好看，它就不考虑性的部分了。性产品本质还是不太需要那么多的创新，但是你得满足它基本的这种对于发性张力的需求。我首先是把它定义成这个产品，不然我其实在逻辑上我推导不出一个结论。为什么这种形态最高的天花板它也突破不了？都在聊剧本很重要，剧本很重要。我觉得他们还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影视产品。影视产品是时间的艺术，它是由时间长度决定的。但是短剧这就是人对于情感就感官快乐的，它是递减状，就是像饭量，吃饱就是够了，吃饱就什么也吃不进去了。但是呢，吃饱了以后还会再饿，所以它可持续。但是呢，这可持续是值得怀疑的。他对日本人来说，有一个竖屏付点钱，当然新鲜了。但是呢，5个月后一个短剧，一个漫画的诱惑大一点，还是短剧的诱惑大一点？这个两个都要可不可以？它的观赏的价值有点相似，就是说他看完漫画再看短剧，那我觉得一般人看完漫画就相对去打球了，就他得交替进行嘛。所以大家都在说它是一个全球化趋势的时候，我会先想是谁需要短剧拒绝它那么难吗？剧本的写作还是中国编剧先写中翻译，然后用机器纠错。那我们有一个演员朋友会帮我们看，他还偶尔也做一些表演的事情，他会给我们更多可执行建议。老外编剧的问题就在于事情很鬼扯啊，就首先他也不是这个受众。但是呢，他又觉得东西中国人做出来是卖给他们的，他们有先天的优势。我觉得那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就是华人写的本质是为了效率，找老外让他推进实在太慢了。定剧本走向的是人，那你还是得给他看中文剧本，也会讨论这个剧情怎么更好看啊之类的，这是管理框架所决定的，所以还是需要中文剧本，就是快人性了，模仿老美就好了。我不能说就是美国人完全不能写，如果写得好的，当然去好莱坞发展了。短剧还是一个低成本操作吧。未来会怎么样？今年是关键一年，是创作团队最有机会的一年，因为那个最好的品还没出来。行，开始。那我没有突破，大家不是在聊产品，都在拼命的师承关系。我觉得师承关系已经到3代了吧，你还要入局，新的人要入局，但是老的新的都在等新的数据点增长，一增长他们就讲自己的品牌故事，新的投资也会进来，所有的就等着到最后干到免费做电商怎么样，就一套全搞完了。区别在于母鸡已经准备到3代了，吃鸡蛋的那个受众压根不知道母鸡的故事，但是呢，他会看到无数的鸡蛋。他只会相对不爱吃鸡蛋而已，会不会出来呢？他在技术上也，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难吧。一个是 CP， 一个是更好的导演创作方式。今年这么投入的时候，总归会出来几部，只不过会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团队里面，这个产业就继续延伸。但是如果不出来呢，我觉得可能受众也会放弃这个部分，那他们就会去找别的。国内市场你不用担心，只是变成了可能红果一家独大。像海外在美国的主体市场能撬动。我觉得是有巨大的缘分，它没有复制可能，它就是少一环可能就不是这个答案了，而且未来的竞争也很多，所以今年是最关键的一年，对内容团队是有绝对机会，越少杂念，但是你不能是承制啊，承制你没有话语权的，你要自制投资，拍掉它，最好做个纪录片，解释清楚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